曾在2021年12月的中国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圈引发轩然大波的中国经营报前总编李佩玉，近日因贪腐被判刑，因涉及贪污罪和强迫交易罪被判刑13年6个月。此案由受害企业之一的海信集团举报，也有传闻说他也被几个没有善待而心怀不满的前员工举报。具体而言，他被指控在担任中国经营报社总编辑期间，侵吞报社以及下属公司的公共财物4440万元，引发媒体界强烈关注。李佩玉的罪名涉及利用媒体影响力敲诈企业，通过负面报道威胁企业以投放广告为代价避免曝光。这种做法在媒体界并不罕见，但中国经营报的某些行为尤为显眼。中国经营报最初是由民间资本支持创立的，由王燕和一些合作伙伴共同出资。随着时间的推进，为了符合政策规定，这家报纸转而附属于一个国家机构，成为了该机构的一个分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营报与这个国家机构发生了一系列的权属争议。在早期的纷争中，王燕被从他的社长职位上撤下，并被通缉，最终王燕不得不选择流亡海外。尽管该机构后来指派了新的社长，但报纸的核心运营权依然控制在创始团队手中。中国经营报在李佩玉领导下虽然取得了发展，但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争议性做法。例如，曝光企业后暗示需投放高额广告以免后续报道，或接受企业贿赂以压制负面新闻。在市场化时代，中国媒体普遍依赖企业广告收入，这导致了一些媒体采取强迫交易的做法。有些媒体在报道企业负面信息后，利用这一优势强迫企业进行高额广告投放。你好，我是安琪博士，以上信息来自网络搜索，不代表本人观点，如有误差请谅解。我的频道聚焦从宇宙的宏观而非微观的任何宗教、种族、文化或价值体系等人为的思维定式角度，协助不想被无形宿命掌控的个体探索如何能跳出思维局限，为自己的永生永世的福祉来规划当下的人生，避开人生的苦难，超越生死，掌控转世轮回。所以我会选择有代表性的真实人物、事件、现象等贴近生活的例子作为入门基础，同时利于日后拆分和剖析技术要点，解答实际应用中的技术难点，以便大家能最轻松地掌握自动导航超心理技能。李佩玉敲诈的对象是企业，得罪的人和覆盖的面太广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经历会使得他在轮回时魂魄中的气不稳定，而且还会错综复杂地与各个恨他和受到他恩惠的人交织。仇人在离开那一世的肉体后，魂魄中的记忆，也就是阿拉耶识，会与对方的阿拉耶识在因缘具足的情况下，即使过了几百上千年，也会重新相遇，发生或喜或悲的故事。我有时会在不经意间遇到自己某个前世伤害过的人，甚至有芬兰的受害者在某一天提取阿拉耶识的信息时，知道我可能就是那个杀死他的人时，嚎啕大哭，我也只能说声对不起。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我就随时做好道歉和还债的准备了。而道歉的对象中，还有中东几个国家虔诚的穆斯林信徒。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击去下载视频下方的网站链接，下载电子书《超越生死的诱惑》，看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100年前的仇人是如何在这一世报复和慢慢折磨我的。希望大家以我为鉴，不要重蹈覆辙。那么，作为饮食男女，在现实生活追求财富和地位的过程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避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何斩断会给转世轮回带来的后遗症的心理能量？如何在起心动念的瞬间识别和化解掉可能会给自己日后转世带来伤害的能量呢？欢迎大家在留言栏讨论。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分享和点赞，不喜勿喷，非常感谢。